2021年白玉兰奖提名名单公布的那一天，谭松韵的名字出现在最佳女主角的候选席上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等待她的不是祝贺，而是一场几乎要把她淹没的网络风暴。与 quote 演技像木头与 quote 格格不入与 quote 拉低了奖项的含金量与 quote 这些话一句一句砸在她身上。有人说她都30多岁了，还在演18岁的小姑娘，娃娃脸撑不起这个年纪。那一年几乎没有人觉得她能拿奖，甚至有人觉得她根本不该出现在那张名单上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5年后同样是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候选名单，谭松韵的名字又出现了。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她与 quote 不配与 quote。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我们得从头说起。谭松韵出生在四川泸州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说真的，她的起点并不算多么惊艳，早年演的大多是甜美少女、青春偶像剧里的女二、女3号。2020年，她凭借《以家人之名》里的李尖尖一角火遍全网，那种治愈系的邻家女孩形象几乎成了她身上摘不掉的标签。观众喜欢她，但喜欢的方式有点尴尬，大家觉得她与 quote 甜与 quote 与 quote 萌与 quote， 却很少有人说她与 quote 会演戏与 quote。 就在那一年，她拿到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提名，本该是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，结果却变成了一场争议的开端。网友的评论一条比一条扎心，与 quote 李尖尖和她以前演的角色有什么区别？与 quote 提名理由是什么？颜值吗？与 quote 甚至有人直接说这次提名与 quote 一瞬间拉低了奖项的含金量与 quote。 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是你被全网这样讨论，你会怎么办？谭松韵选择了一种很多人想不到的方式，沉默。她没有发长文反驳，没有上综艺哭诉，甚至连一句回应都没有。她做的只有一件事，接戏演戏，然后等下一部作品说话。而这一等就是5年。这5年里，她演过古装，演过都市情感剧，每一部都不算扑街，但也始终没有那种与 quote 一锤定音与 quote 的作品出现。直到2026年初，一个消息悄悄在微博上炸开了，谭松韵将主演一部30集的年代剧《我的山与海》，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呢？女主角方婉之，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与 quote 70后与 quote 女孩，经历家庭巨变和感情风波后，独自跑到深圳打拼，从一无所有到创业成功，时间跨度整整30年，从青涩少女演到中年女性，这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赌博。很多人当时是怎么想的？说实话，质疑声又来了。与 quote 她能演30年的跨度吗？与 quote 她那张娃娃脸怎么演中年创业女性？与 quote 甚至有粉丝都在替她担心，觉得这个角色风险太大，万一翻车可能又会被骂一轮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2026年3月7日，《我的山与海》在央视8套黄金档悄然开播。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，没有顶级流量的造势，甚至开播前一天热度都还不算特别高。可就在开播仅17分钟后，收视率从 1.1% 一路飙到 2.0%， 最终冲到了 2.7393%， 直接拿下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一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同一晚，另一部古装偶像剧也在开播，男主角更是创下了热度破亿的记录。按理说，《我的山与海》这种年代剧根本不该是对手。结果呢？《我的山与海》照样稳居黄金档收视榜首，一点没被抢走风头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们觉得是什么撑起了这部剧的收视率？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意外。这部剧不是昙花一现的高开低走，而是越播越猛。3月中旬，剧集收视率一度突破 3%， 成为央视8套当年第一部实时收视破3的剧集。豆瓣开分 8.6，
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直接破了12亿。有数据机构统计，这部剧拿下了2026年全年剧集收视峰值的第1名。而谭松韵饰演的方婉之这个角色被很多观众称为与 quote 她从业以来最有厚度的一次表演与 quote。 有人在网上写道，看她从大山走到深圳，从被命运推着走到自己掌握命运，那种眼神里的变化根本不像是同一个演员演的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剧集播出期间，第31届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正在悄悄酝酿。2026年5月26日，提名名单正式公布。最佳女主角的候选名单里，谭松韵的名字再一次出现了。这一次，她的对手是孙俪、杨幂、杨紫、赵丽颖。这5个名字放在一起，被很多媒体称为与 quote 事后大年与 quote， 竞争激烈程度前所未有。而这一次，舆论的风向彻底变了。没有人再说与 quote 太水了与 quote， 没有人再说与 quote 演技像木头与 quote，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观众和媒体的认可。有评论直接说，谭松韵这一次的表演与 quote 演技封神与 quote， 是她从与 quote 人气小花与 quote 到与 quote 巨抛型演员与 quote 的真正转身。直到多年后，可能很多人才会意识到，这5年里谭松韵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她没有去解释，没有去争辩，她只是用一部又一部作品把当年那些质疑一点一点地磨平了。而就在最近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消息，在澳门举办的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上，我的山与海也获得了与 quote 海螺奖与 quote 的提名。说实话，这个奖项的含金量比起白玉兰肯定算不上重磅，甚至可以说只要剧集播出过，基本都能拿到一个提名。但放在谭松韵今年的轨迹里看，这更像是一连串好消息中一个温柔的小注脚。她的2026年几乎是从年初顺到了年终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谭松韵在采访中提到这部剧的时候，语气一直很平静，没有那种与 quote 扬眉吐气与 quote 的姿态。她说自己只是想把方婉之这个角色演好，至于外界怎么评价，她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换作是你，如果5年前被全网说与 quote 不配与 quote， 5年后用作品让所有人改口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谭松韵这5年最珍贵的，不是她与 quote 翻红与 quote 了，也不是她与 quote 赢了与 quote 那些骂她的人，而是她证明了一件事，演员这个职业真正的底气，从来不是靠一时的话题和流量，而是靠一部又一部作品慢慢攒出来的。第二点，舆论的风向永远是流动的。今天骂你与 quote 不配与 quote 的人，5年后可能就是夸你与 quote 演技封神与 quote 的那群人。与其纠结一时的评价，不如把时间花在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上。而最后一点，也是我觉得最打动人的，谭松韵从来没有公开回应过那些质疑。她用了5年的沉默，换来了今天所有人主动改口。这种与 quote 不解释，只证明与 quote 的姿态，可能才是真正的高情商。6月26日，第31届白玉兰奖将正式颁奖，谭松韵能不能拿下与 quote 事后与 quote 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但不管结果如何，她已经用这部《我的山与海》赢得了比奖杯更重要的东西，观众的认可。这件事的背后，其实藏着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同身受的道理。谁都会经历被质疑、被否定的时刻，但时间永远站在那些愿意沉下心、慢慢打磨自己的人这一边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是谭松韵的观众，或者也曾经历过类似与 quote 被全网质疑与 quote 的时刻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。我们下期见。